李光耀先生当总理的时候，我的年纪还很小。1990年，他交棒给吴作栋，当时我还不到10岁。那个时候，大家都叫他 SM 李资政。我这一代大概都是在念中学的时候，了解原来新加坡有这么一位领导人。中学历史课本里有2个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赖佛士，另一个是1965年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我对李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As long as I'm in charge, nobody is going to knock it down.” Whoever governs Singapore must have that iron in him, or give it up. 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I've spent a whole lifetime building this. And as long as I'm in charge, nobody's going to knock it down. The lessons that 他言语中带着坚定，而且他很清楚自己对新加坡的责任，还有使命感。他要新加坡生存并且繁荣。勇敢的人敢面对现实，面对事实。这个国家是新加坡公民的。This was a mud flat, swamp. Today, this is a modern city. 10 years from now, this will be a metropolis. Never fear. We did not do everything wrong. 李光耀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威严的领袖。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特别有魅力，他演讲的时候是，你就算不支持他，你也会听他说的话，而且甚至心里是会同意很多点的。我对他其中一个就是烙印在脑海当中的一个样子，就是他喊 Merdeka 的那一幕。Merdeka！ 我是广播员嘛，对于那个嗓音发音，我就特别的注意。就在那一个字当中，他把所有的那个情感啊都放在里面，然后就这样子大喊出来，你就可以感受到他的信念，他的坚持。Lagi sekali yang bersemangat merdeka! 如果李光耀先生还在世的话，他今年就100岁了。是，我其实很好奇啦，就跟我的年龄层的人相比，像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对于李光耀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我其实对他的印象不是非常的深刻，对，因为他是2015年去世，然后我那时候是小学6年级，所以12岁。但我还记得他出殡的那一天，就是一个下雨天，然后我在家里一直有看着他出殡的这个直播，所以特别有感触，不懂怎么说，但就是一看到那么多人在思念啊、纪念他。也是非常感动，也非常的伤心。所以就是你在看那个直播的时候，你可能当下才被他的影响力所震撼，你完全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你知道他建立了新加坡，你知道他是个伟人，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是，但可能就是那一幕那个视觉上的那个震撼，你才知道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爱着李光耀。You know, every time we look back on this moment when we signed this agreement which severed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it will be a moment of anguish. I mean, for me, it is a moment of anguish because all my life,
You see, the whole of my adult life,那佩芬，你小时候是比较熟悉李总理还是李资正？当然是李资正啊，因为他卸下总理的职务是1990年，那个时候我小学4年级，所以我的成长比较大的那个年代呢，就一直都以资正认识李光耀先生，因为他真的对于新加坡的影响那么的大，那么的深远，所以他卸下了总理的职务之后，他还是放不下新加坡。新加坡永远是他的一个担忧，然后也一直是一位很多新加坡人会向他看齐的，也会看到他觉得很安心的一个领导人物。我唯一一次和李光耀先生近距离接触是2011年主持丹戎8个集选区的一个活动，当时他是特别嘉宾之一。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办单位有叮咛嘱咐啦，就是可能当时他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要我就是在李光耀先生到场的时候呢，不要让他站太久或待太久这样子。可是后来当他到现场的时候，他自己的演讲其实挺长的，然后他也挺乐意的跟就是现场的民众互动，就在那把年纪还有那样的魄力跟体力跟亲和力啊，真的是非常的敬佩。由此可见他是有多么热爱他的工作，可能对他来说根本不是工作了，就是他的一生的那个使命了。但伟田，像你这个年龄的年轻人，你们是在爱的教育，然后很平安幸福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是。对于动荡的年代，那种就可能我们新加坡建国早期啊，你的印象或者李光耀先生在当中扮演的角色，会不会让你觉得吓到？其实会有一点点，就他有时候在发言的时候，就会感觉，哇，这个人的那个威力啊，气场好强，对。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需要的。那个时候，可能人民都觉得，领导说的话可能会比我的更有道理。对，需要一个非常强势、非常有威严的一个人物来带领他们走向更好的方向。所以现在可能会觉得这种领导方式很拘束，就让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之前跟伟田聊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啦，因为年轻人可能对于严父这样的一个角色，不是抗拒，就是比较疏远一点。而我呢，就处于一个卡在中间位置的，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是有藤条的，是有被骂、有被打的，就不听话就一定要被罚的，所以那个感觉就跟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他坚决地认为他知道要怎么样带领新加坡，我们要听他的话。I'm accused often of interfering in private lives of citizens. Yes. If I did not, had I not done that, we wouldn't be here today. I'm calculating in terms of the next generation, in terms of the next 100 years, in terms of eternity. And believe you me, the next 1,000 years, we will be here. I won't be here, but people like me and like my friends here tonight will be here. Recognizable, identifiable, 1,000 years from hence. 我在担任记者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你也会觉得一点威严啊，很敬畏。不过当你一直在采访他的活动，那么他跟你交流，你会觉得说他其实就是一个大智慧的这个忧国忧民的这个建国领袖。每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从1965年我们独立之后呢，1966年开始，到1990年他的最后一次国庆群众大会，他都是用这些他的这个各样的事实数目告诉你，新加坡必须挣扎努力求存，小国求存之道是什么什么。
他的看法、的想法非常超前，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到他看到的远景，特别是周遭形势，我们多么危机，我们必须与众不同，怎么样领先这个周围的国家才能够求存，是小国求存之道。那么他看到了，他要不仅要做。I think probably w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understand of Lee Kuan Yew is his belief that Singapore, being a small city-state, can make it in the world as long as it is well governed. Younger Singaporean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nclusion. So our multiracialism already sets us up for the idea of inclusion. Younger people don't like people who are very bound by ideology. They always say, why are you stuck in your old ways? Whereas they like to think afresh. So this tenet of pragmatism will probably, be something that they can connect with, because this is about looking at various approaches to life, but with fresh eyes, looking and looking again and asking, how is it relevant? How is it fair? How is it inclusive? And how does it allow us to progress and achieve?那培芬，你觉得李先生推行最成功的政策是什么？应该是住房，为了推动我们的经济，没有办法，一定需要的，而且我们的土地有限，是，所以其中一个就是居者有其屋的计划，就是那个土地征收回来，让政府可以发展，然后呢，人民就住在那个祖屋里面。是，这个你大概有听说过对吗？有听说过，有听说过。我是听我爸爸妈妈说，尤其是爸爸，家庭非常的大，要一整家搬迁住进一个4房3房，对，一个比较小的空间，会可能想法，不是那么的满意。我是第一批搬到碧山的人，应该是吧？原来因为那个时候碧山好像是坟地，是，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就有很多故事啦，对对对什么晚上什么，然后有些坟墓还在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啦。对。但是因为搬去那个祖屋的时候，哇，那个房子就比较大一些，哦，而且很多设施都是新的，楼下又有篮球场啊，对，小花园啊，很方便。对啊，所以而且地铁站也在附近。哦，原来。对，然后我也觉得说，就是因为那个房子是你的嘛，对我而言啦，就是成人礼吧。而且很多人你知道，就是求婚的方式，就一个很新加坡的，对，要不要一起去申请祖屋？对，哇，所以由此可见，这个政策有多么的成功。Unless we have a rooted population, unless the people have something to defend. So if you ask people to defend all the big houses where the bosses live, and they live in hovels, I don't think that's tenable. So we decided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everybody must have a home, every family will have something to defend. And that home must be owner-owned, but they'll have to pay it by installments and over 20, 25 years, even 30 years. And that home we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into their most valuable asset. 李光耀先生在1959年我们成立制度办之后，1960年他就成立了这个建物发展局。建物发展局的第一个5年计划，我们就建多少物资呢？54430间屋子，平均每45分钟就建一间祖屋。那么到了今天呢，63年过来，全新加坡我们有超过100万间祖屋，遍布全新加坡的所有的24个市镇。更重要的是说，80%的新加坡人是居住在祖屋里边，而这些祖屋90%是拿来用的。你现在回头看呢，住在祖屋的新加坡人，现在已经是第3代了。从我们60年代开始的祖父母那一代，到我们的父母亲这一代，到我们的年轻人这一代，所以你想想看，一个连续3代，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可想而知了。李先生的做法挺聪明的哎，就因为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先有国才有家，可是他让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家，就从那个单位那个 nucleus 开始，你会觉得哎，
哇，我必须要捍卫它，我必须要保卫它，因为这个家是我的。然后你就会进而保护你的环境，保护你的国。我觉得这样的就是一个从里到外，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政策。你会向往吗？就是拥有自己的家？我感觉会，还是你还年轻，你根本没有想到说，我要花钱去买房子？可能就感觉会要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但还没有想到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拿到这个空间。我觉得好像就是你一点都不担忧这一点，就带出了住房就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不用担心说有一点点有没有地方可以住。Today, we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People who feel that they're singles, who are not sure they really ought to need to get married before they access public housing. Of course, policies have changed for singles. If citizenship means access to shelter and a public housing flat, can I get that flat as soon as I graduate?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have to consider, reconsider, and see what would Mr. Lee Kuan Yew say at that time or even now. Of course, public housing was very linked to family formation. And so I think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in a small city-state, there's room to house everyone, to give everyone a public subsidized flat or not. 我是在1、2岁的时候，外婆带着我去看潮州戏曲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潮剧。那么我是在3岁的时候才正式学习还有表演潮剧。为什么会喜欢？有非常浓的妆啊，非常亮丽的衣服，还有头饰，那么也是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开眼界的一个表演啊。我其实非常希望在教小孩子的这个路程当中，能给他们一种要学习而且会说方言和华语的一个环境。因为很多小孩子在学校、在家里都是在说英语，所以他们英语应该是最好的。那么华语呢，现在的小孩子会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华语，所以会感觉有一点排斥。对，而且华语的确是有一点难度的。那伟田，我在想，一般人哦，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啦，要掌握双语，可能英语跟华语或者其他母语，已经有一定的难度了。但你不止精通双语，你还会潮州话，非常厉害，你的潮州话肯定比我的好。对你来说，精通双语，就英语跟华语，有好处吗？当然，非常非常有好处，因为我们算是国际语言，还是跟很多国家之间的沟通都是用英语，对。但现在中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已经在往中国那边扩展啊，不论讲是生意还是学习留学方面。你要去上海念书啦？对。李先生本身认为说，新加坡今日繁荣成功，就是双语政策带来的。那么英文使到我们当时跟世界接轨，带来科技、电脑等等等。那么母语呢，也知道我们各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的根。那么那些懂得华文的呢，随着中国的崛起，他们也能够呢参与这个过程。所以他就说，当时这样的决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们认为，如果在学校里教他们华语跟英语，他们一定会讲华语或者英语，可能是2种。可是有38%的学生，英语一句话都不能讲，听差不多，华语也不大流利。大家都了解呢，需要减轻每一个儿女的负担。如果让这样的制度下去，新加坡的社会呢，是讲
新加坡特别的英语，新加坡的福建话，跟巴沙的马来话3种，那就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怎样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慢慢的改变这个习惯，语言的习惯，到处见面的时候一定要讲华语，比较方便。跟你一样的那个想法，对华文华语很热爱的，可能会比较少一些。我觉得少之又少，真的哦，对，就新加坡人方面啦。对对对所以你会对觉得很寂寞吗？你在热爱华语的过程中，怎么说呢？也有时候看到同学们的华语程度，就会很惊讶，原来还可以学习到那么一个程度，对，对，就觉得那我们这么多年在学习华语是为了什么？就也会有一点疑惑。其实从小到大，我学习华语的这个道路上，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因为我对华语是蛮热爱的。但是看到我周围的朋友对华语甚至有点排斥的一个态度，我觉得会有时候感到很诧异，也导致我在学习戏曲啊，还是学习华语的道路上，会感觉有一点孤独感，因为很少有同龄人跟我一起分担这样的一个兴趣啊，或者是爱好。To have no emotionally acceptable language as our mother language is to be emotionally crippled. We shall doubt ourselves. We shall be less confident. Only a Chinese Singaporean who has been exposed to discomfiture or ridicule when abroad will know how inadequate and how deprived he can feel. But by then, he would not be young enough to learn the language easily. I hav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this. 那伟田，其实你也就有教小朋友潮句嘛？是我希望你是用华语教的哦。是是是，我们其实用华语为主要的语言，希望能够促进他们有一个用华语的一个氛围啊，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有更多机会应用华语。对，那你有发现他们就是在你的指导下，或者你的影响下，可能用华语的次数比较多，或者他们的华语越说越好？我觉得次数会比较多，对，可以有时候要提醒他们一下，就用华语啊。有时候他们开口还是会，对，还是英语，对，因为很习惯，对。I think going forward, we must remind ourselves of the basic approach, which is that fundamentally everybody is expected to speak English and to speak it well, to operate in English because, you know, this is the route for business, the ro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oute for us to connect to the world. But why it is a bilingual approach is to say to the various ethnic communities that we still respect and recognize your culture and that there will be support by the state so that future generations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learn, commit themselves to the language of the cultural group. 我以前曾经有一度觉得说双语政策让我华语半桶水，然后英语也不是那么的精通。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并不是如此的。认识这两个语言，让我可以开拓很多不同的机会，跟不同的人接触，理解不同的文化。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政策，我认为。Had I known all the difficulties bilingualism in 1965 as I know now today, would I have done differently?
Yes, in its implementation, not in its policy. I do not regret the stress and the heavy burdens I put, because the other way would have been a destruction of our whole, the chance of building up some form of culture which is worth preserving. 李先生说，他认识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掌握双语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主要的语文，你的主要语文可能是英文，你的主要的语文可能是华文，另外一种用语呢，你可能就是最低限度社交跟这个阅读方面可以做到，不可能两种语文同样一样的程度。他说这是他后来发现的这一点。语文、文化跟其他的软实力都需要细心的栽培，而且是个非常长期的工作。那么有时候你会看到非常杰出的人才出现了，有时候你觉得他低落了。不过从整体上来讲呢，整个世界是互相牵连的。我们要看到的是新加坡的人才是能够到世界的每一个市场都能够应付自如的。好像周寿之，他是华侨中学出身，双语顶呱呱的，也是一个例证，就是说这样的人才可以走到世界的市场去。我相信，希望作为一个多元种族的这个社会呢，我们各个语言都有这种双语的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呢胜出，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基础。我成长的年代，我的妈妈其实她不太会讲英语，就她是华校生嘛，然后她就主要的华语还是比较流利，所对以我从小到大都是跟她讲华语。我觉得语言本身它是包含着历史、文化、人、生活，所以它不可以是一个科目。我就觉得现在的母语的教导呢，可能把它过于当做是一个考成绩的科目了。是，我就很希望说可以有别的方式，就把那个母语人性化，融入到生活里面，而且可以让孩子们意识到学习华语是多么的重要。对呀，他们才会觉得有意义。我会选择广播，而且是中文广播这个行业，很大的那个影响是因为我希望可以通过我的工作继续维持新加坡人对于华文华语的喜爱，或者至少是认识啦。是因为通过流行文化，还有就广播节目，真的是可以影响到听众。刘宇宁等人的歌曲。今天和伟霆聊之后，哇，我真的是很欣慰哎，因为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其实他在华语的那个用法啊，都很自然、很自如，然后可以侃侃而谈。对，我就也有一点惊讶啦。其实我们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可能有一些缺点，但是它其实优点也是很多的，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优势。那对于双语政策，对于下一代，我当然也是希望我的小朋友可以继续像我一样受惠。我会努力的为他营造一个说母语的环境。哦，好漂亮的花哎！一二三，好干嘛？哎呀！哇，伟田。周末可以来这里透透气，感觉真的不错哈。对，而且这里还有冷气，就怕热的肯定是特别的开心。你说对了，我家中呢不是我怕热，是我的小孩怕热，所以其实我也蛮喜欢一家人来这边玩的，就有空间啊，给他活动啊，而且又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吸收一点芬多精，对，还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啊，真的又可以学习，又心旷神怡哎。对，你还记得2012年的时候开放，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哇，我第一次好像只有来到花球。就这里，对，看到能在这么一个空间容纳那么多的花草树木，而且可以容纳四季不一样的花草树木，我觉得好酷。我们呢已经从城市中的花园，对，蜕变成今天进化到花园中的城市，是在这里。对，真的，当初这个花园城市的理念也不是偶然的，肯定就是李先生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要把新加坡的绿意保存着，是我觉得很佩服的，就是他想要促进我们的经济嘛，强化我们的国家。可是他想到的并不是经济发展而已，
他其实先想到要保留、保存绿意，对，然后再同步发展那个经济。Make this a first world oasis in a third world region. So that anybody coming into this region will know you base yourself here, then you look around and do your business and see where the businesses are. That cannot be done overnight. But what can be immediately done was to show investors that this is a well-organized place. So when they come into the airport, especially investors who are coming to the Astana, they will pass by greenery, which means maintenance. So without having to tell anything to the CEO, I knew that he would understand that when I say we will deliver, he knows that we can deliver. 所以我们有这个植树运动，后来植树节就在我们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种树，因为雨季要来了，所以现在种树一起来了。所以从植树到花园城的概念呢，就这样连续不断的进行到现在。我多希望也可以像李先生那样，每年种一棵树。对对对，他1963年开始就种了第一棵树嘛，然后之后我们在新加坡也有植树节。对对，你熟悉吗？这个熟悉，嗯因为知道是从李先生开始的，他每年就种一棵树，然后我们小学啊、中学都好像有参加过种树的这个活动。对，就连绿化新加坡这个部分，李先生也是以身作则，然后真的是一棵一棵树，一步一步的让新加坡的绿意越来越旺，越来越茂盛。是的。新加坡对很多国家的旅客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那么也是很多外来人才啊、外国的人才，他们也非常希望来这边定居。没错。所以其实要成为一个宜居城市或国家呢，现在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会打着哇，我们这边很舒服啊，这很漂亮啊，很安全啊。可是幸好我们新加坡呢，从建国开始就已经打好这个宜居城市的一个基础。哇，对，我现在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绿色走道。哦，是非常的方便。有时候我跟我家人都会利用这个绿色走道去骑脚车啊，去散步啊，也是非常的方便，因为从不一样的地方都是通的路。这就是一个活跃生活啊，我们可以运动啊，可以去休闲。但是其实有这个绿意，绿化新加坡也可以让我们新加坡人放松心情，对，然后也可以就是从而甚至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是，就当初可能要保留绿意，是可能感觉上跟经济发展是对立的，但其实保留着绿意，反而也让经济发展更加的好。Of course, we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 choices that have been made. These are difficult choices that were made at that time under Lee Kuan Yew, but he tried to accommodate development with nature. Today, we have a very well-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we can now allow nature to flourish within that in very many ways. And the younger Singaporeans know that this is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 I think we would see them applaud all effort to keep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climate problem.哇，伟天，你看这里真的是好漂亮，对，特别特别漂亮。我觉得，新加坡人的精神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我们很务实 （pragmatic）。所以我们的美是来自这个务实产生出来的。我在想，这个务实的精神也是李先生当时
立下的一个风格。对，因为他也很务实，就是他知道一个小红点在建国早期，我们小岛，然后呢必须要先求存，所以对他而言，水是非常重要的。是我相信30年前呢，是没有人可以想象说今天滨海湾一带会是这个样子，是有一个堤坝啦，然后有休闲设施啦，这么漂亮的景象啊。对，还有水上活动。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新加坡的第15个蓄水池。是那我们的水资源哦，真的是一路走来不简单。真的。你知不知道我们新加坡的4个水喉？是，我们有海水淡化，对，有新生水，对，有进口水，还有蓄水池的雨水。没错，很棒哎！所以你把那个比较新的2个对水源先说了说了。因为是属于你的年代的，确实确实。还记得吗？就是当时新生水推出的时候，很多人其实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是，I think 很多人都是有点害怕。是，对，那个时候有一罐一罐的那个新生水可以新生水饮用的，是。然后很多人就会说，咦，这个以前不是肮脏的水吗？对可以喝，真的安全吗？是，然后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学校有带着我们去看那个水清理的过程，然后他们有给我们看它的那个过滤啊，把那些肮脏的成分都过滤掉。哇，就让我们觉得原来我们可以用科技来净化我们的水，变成饮用水。李光耀总理他说呢，我从第一天开始，我就背负着新加坡水工的压力，一直到新生水产生为止，因为水工就是新加坡的生命。在他退下总理的职位之后呢，他要当局每个月给他一个报告，告诉他水的情况怎么样。A few days after independence, the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told the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if Singapore doesn't do what I want, I'd switch off the water supply. Of course, it was meant to be passed on to me, and it duly was. So I knew that unless I could become less dependent, at that time I did not believe I could be totally independent, but less dependent on Malaysian supplies, I would always be a satellite. So I set up a unit in my office, and I had a very good engineer who was head of the department. And we set out systematically from day one, 1965, let's get every drop of water in Singapore made potable. 哇，真的，我觉得非常的酷，可以用科技来净化我们的水，变成饮用水。的确，你说对了，我们就用科技来弥补新加坡先天上的一些不足。是，当然也是李先生的目标，就是要让新加坡可以达到水资源自给自足的一个目标。对对对。然后一步一脚印，一直走，一直走，往这个路一直走，然后路是越走越宽的。对，李先生真的是，他肯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而且他可能想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很大胆。李先生每次遇到一个问题，他就会正视问题，然后呢面对，把这个问题从危机转变成一个机会，让新加坡变得更好。1987年对我们新加坡的水上的历史来说是很重要的，你知道为什么吗？我知道，因为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来清理新加坡河，它现在旁边都有那么多的餐厅啊，然后夜晚是真的风景好漂亮。听说当时还有人在那边钓鱼钓得到哎，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真的是李先生的他的一路一生都是。就不是顺的，他就是遇到很多的挫折，对。但是在这些障碍的推动下，他却做得更好，而且可以把它逢凶化吉，真的。然后那个水方面，就1987年清理了那个新加坡河嘛，是。当时李先生就有了另外一个愿景，就是要把滨海湾一带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建堤坝啦，然后还可以累积海水，是。然后如果是下大雨的时候，还可以防洪。现在那个滨海堤坝，我们有很多休闲的设施，很多人都可以野餐，很多人都在跑步啊、骑脚车啊，就真的非常实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景象，都是花了20年的时间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是是，就大概你的岁数啦。
差不多。当时大家就觉得哇，吃东西哪里可以蓄水池？原来在新加坡河口那边呢，就有一个地方可以重新设计之后呢，变成一个收水地方。也因为这样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这个鱼尾狮，从本来是在桥的那边移到桥的这边过来。所以今天你看这个滨海堤坝，它的蓄水池加上鱼尾狮呢，边又是新加坡一个景点。所以我们把水工一个战略的物资也化成一个旅游景点，又把鱼尾狮移过来，锦上添花。To further develop Mr. Lee Kuan Yew's ideas on water, and of course it was such an important issue today, is to recognize that we are an energy-constrained system, not just in Singapore but globally. So the next leap into availing ourselves of steady, sustainable supply of water is also how we can provide a steady, sustainable and affordable price to energy. And so therefore there has to be a lot more focus on energy because that makes water available to us.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的住房啦、绿化啦、水源啦，是都是一脉相承的，目的就是要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安全、舒适、宜居的地方。对，而且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李先生就是我们的前人，是我们的启发人，能够用他的努力，让我们享受今天的幸福瞬间。真的，我们在享受福分的当儿，也不能够停滞不前。对，我们也要继续的把那个努力的精神维持着，然后为后人种树。To the young and to the not so old, I say, look at that horizon. Follow that rainbow. Go ride it. Not all will be rich. Quite a few will find a grain of gold. Dig it out. But all those who pursue that rainbow will have a joyous and exhilarating ride and some profit.